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今天这期的话题呢是冬季在后院种植什么植物合适。澳洲呢现在正值冬季，我这里呢是墨尔本，每日的气温大概就是5到15摄氏度之间。但是近2年呢冬季比较冷，偶尔的夜间温度会低至0摄氏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温度下能种什么呢？其实有3大类植物还是可以种的。第一大类就是裸根类植物，第2大类是一些球根的花卉，第3大类呢就是适合冬季种的蔬菜。现在呢我就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3大类植物的具体种法和注意事项。第一类适合冬季种植的就是裸根植物。什么是裸根植物呢？顾名思义，就是根部裸露在外的植物。那么什么样的植物会是根部裸露在外呢？这样的植物其实是在冬季植物休眠期的时候，把它们从地里挖出来，然后清除掉根部上的泥土。在出售这些植物的时候，也没有把它们放到花盆里或者是培养介质里。那么它们会经过专门的处理，保持根系的湿润，比如在根部外面包上一层湿润的椰糠或者是湿毛巾之类的，然后就直接运输出售了。裸根植物通常是经济实惠的选择，因为裸根植物的价格要比盆栽的植物便宜很多，而且很多特定的植物品种在盆栽植物当中很难买得到，所以喜欢收集特定植物品种的园艺爱好者不要错过了这个购买裸根的季节。那么哪些植物可以在冬季用裸根来种呢？首先第一种就是各种水果树，比如苹果树、樱桃树、杏树、桃树等等。第2种呢就是一些观赏类的灌木植物，例如裸根的玫瑰、月季、杜鹃花、紫丁香等等。第3种呢就是多年生的裸根草本植物，包括了铁线莲、薰衣草、雏菊等等。第4种就是裸根的多年生蔬菜，例如芦笋根。用2年或3年的芦笋根来种植芦笋，可以比用种子种芦笋能够提前1到2年开始丰收。种一次能够吃10到20年的芦笋是家庭小菜园里必备的蔬菜品种。还有一类可以裸根种的就是黑莓和树莓这样的莓子类，通常会在冬季很容易就买到裸根的小苗。这些梅子在市场上卖得很贵，自己种呢又非常简单，所以推荐种植。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当中演示了如何来种植裸根苗的具体步骤和过程。当时种了一棵裸根的玫瑰，想要看怎样具体种植裸根植物的园艺朋友可以观看那个视频。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我主要就说一下种植裸根植物时需要注意的几点。第一点就是收到裸根植物的时候要检查一下根部，把根部上不健康、不完整或者有损伤的部位修剪掉。第2点呢，在种植之前一定要在水中浸泡，泡水至少2到3个小时，使根部充分的吸收水分。第3点注意事项就是种完裸根植物不要立即施肥，过1到2个月之后再施肥，这样可以减少根部受损，提高成活率。最后一点呢，如果你生活在比较寒冷的地区，就是在冬季的时候低于0度了，发生霜冻的时候，这样你在种完裸根植物之后，建议要覆盖上一层地膜或者是mulch，来给土壤进行保温，使刚种下去的根部可以顺利过冬。第2类适合冬季种植的植物是球根的花卉。球根它不是根，但它是植物的一种地下储存的器官，通常是由厚实的鳞片或者是用膜包裹的叶基组成的。球根储存了植物的养分和能量，所以在适当的条件下它就可以发芽和生长。常见的适合冬季种植的球根花卉有郁金香、百合、水仙、鸢尾、风信子和剑兰等等。秋冬季节呢，是球根花卉最理想的播种时机。在澳洲，通常是过了母亲节，也就是5月中旬之后，
就可以开始种植球根花卉了。这些球根种到土里，放到室外，经过一个冬天进行春化的过程，就可以在春天或者是夏天开花了。其中郁金香、水仙花和风信子都是在秋冬季节种植，春天就可以开放的花朵。而百合花和剑兰是在冬季播种，夏季开花。鸢尾在秋冬季节播种之后，它的花期是介于春季和夏季之间。当然，根据气候条件的不同，这些球根花卉的种植时间和开花时间也会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可以在冬季种植的蔬菜。适合在冬季种植的蔬菜有豹子甘蓝、花椰菜、西兰花、牛皮菜、卷心菜、甜菜根，还有一些华人非常喜欢的菠菜、生菜、香菜、茼蒿、芥菜、韭菜、小葱，这些都是厨房常用的小青菜。在冬季较温暖的地区，最低温度也不低于5度的话，那么你还可以种荷兰豆和马铃薯。但是在冬季种植蔬菜，有以下几点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首先，种植蔬菜如果是用种子播种的话，那么我还是建议使用育苗器，先在室内育苗，然后长出小苗之后再移栽到室外去。由于种子发芽的温度相对于蔬菜生长的温度要高很多，一般想要种子发芽，最好是在15摄氏度以上。所以先在室内播种育苗，等小苗长大之后再移栽到室外，这样的成功率会比直接播种到室外高很多。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是阳光。阳光是所有蔬菜都需要的，即使是一些绿叶蔬菜和根茎蔬菜，不是必须要全日照，它们可以在半日照的环境下生长，但是它们仍然是需要阳光的。本来冬季的阳光相对来说日照时间就短，在冬季种菜选址的时候，一定要选阳光充足的位置，才能保证蔬菜长得好。如果你是在冬季比较寒冷并且有霜冻的地区，那么最好是要给土壤上覆盖一层覆盖物，比如 mulch 地膜都可以，这样可以使蔬菜的根部保温，根部暖和了，蔬菜就可以顺利生长。世界这么大，每个地区的气候各有不同，适合种植的植物当然千差万别。如果您所在的地区和我现在的气候节气完全不同，那么可以进入我的主页观看适合种植其他植物的视频。喜爱家庭园艺和种植的朋友们，记得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频道，有更多适合您的家庭种植分享，定期更新等着您哦。好了，感谢观看这期的视频，咱们下一期再会。